佟丽娅和陈思诚今天离婚了没有呀？一个网友将自己的微博名设置成这个问题，从2019年开始每日打卡，终于在2年后等来了下班。2021年5月20日的早上8点08分，在很多人还睡眼惺忪的时候，佟丽娅和陈思诚已经拟好微博文案，宣布了人生中的重大决定——离婚。佟丽娅的评论区一片欢腾，网友们高喊着恭喜，表达期许多年终见曙光的喜悦。陈思诚的评论区则是另一番景象，一句“你不配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。作为中国影史首位100亿票房导演，陈思诚的国民度不言而喻，可为何给他贡献票房的观众清一色的对他本人嗤之以鼻呢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机关算尽的丈夫陈思诚。陈思诚原名陈卓，1978年生在辽宁沈阳一个干部家庭，父母都是机关的领导，他也从小就才华出众，唱歌、主持、朗诵样样精通，唯独学习成绩一塌糊涂。为了儿子有点上进心，陈爸陈妈给他改名为陈思诚。可是陈思诚16岁这年，还是因文化课成绩无望，选择考入上海师范谢晋影视艺术学院，和赵薇成了同学。2年后，又以专业第1的成绩考进上海戏剧学院。然而，就在老同学赵薇凭借《还珠格格》一炮而红的时候，陈思诚却因打架被勒令退学。几经辗转，他通过走后门到中央戏剧学院重新入学。大1开始，陈思诚就获得了才子的称号，成为华纳在中国内地签约的第1个男歌手，出了第1张专辑。此外，他还模仿金庸、古龙写武侠小说，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，凸显编剧天分。签约华纳后，他受到公司力捧，主演的第1部电影《法官妈妈》就得到了百花影帝的提名。之后，陈思诚被王牌导演康洪雷看中。康洪雷拍完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后，开始筹备军事励志片《士兵突击》。陈思诚毛遂自荐想演许三多，但康洪雷给了他更适合的角色成才。凭着还不错的基本功，陈思诚把成才的精明、圆滑和欲望全写在了脸上，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《士兵突击》爆红后，他一边迅速换了2个女友，一边2度改名陈思诚，寓意真诚。与此同时，他为了摆脱角色禁锢，推掉了很多类似角色的戏，跑去娄烨的低成本电影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，与谭卓、秦昊和张颂文耗了1年时间拍戏。当时娄烨在内地被禁，陈思诚演的角色也不讨喜，游离在性取向的边缘。但这次强制转型让他明白了一个真理，与其做资深演员，不如去幕后操盘。于是2010年，陈思诚开始筹拍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他从《东京爱情故事》借鉴了名字，又把3年前由他主演的电视剧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中出现过的底层、中层和附带的人物，转换成凤凰男、拜金女、富二代，利用北漂的背景，把重点落在一个个社会痛点，精准地算计了每一个笑点、泪点，配合着汪峰嘶吼的北京北京和低吟的滴答，打造了一个爆款。2012年电视剧《北爱》连捧11项大奖，播放量破10亿。陈思诚尝到了导演的甜头，弯道超车，转型成功。但这部作品不光是陈思诚走上导演之路的敲门砖，也为他找到了未来10年的合作伙伴佟丽娅。据《北爱》主角之一的杨幂爆料，一开始是陈思诚主动追求佟丽娅，但佟丽娅觉得陈思诚帅气有才华，担心自己配不上对方，也没有安全感。这时杨幂便劝他不试试你怎么知道，加上陈思诚攻势猛烈，佟丽娅才答应了陈思诚的示爱。确定关系后，两人处于地下恋，没有公开。2012年3月，因宣传需求，陈思诚与佟丽娅一起参加了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录制。作为剧中深受观众喜爱的荧幕情侣，主持人何炅提议请2位在台上以角色的身份向对方告白。谁知陈思诚带入角色深情告白后，佟丽娅却回归现实，突然公开了2人的恋情，并说希望大家祝福我们。
听到这句话的陈思诚眉头一挑，显得非常意外，随后略显尴尬地和女友拥抱，反倒是佟丽娅红了眼眶。随后陈思诚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，牵着佟丽娅的手轻轻一吻。不过当几位主持人和佟丽娅都感动流泪的时候，陈思诚却双臂抱胸，典型的抗拒姿态，显得与现场的气氛格格不入。佟丽娅绝对称得上是惊为天人的美人，可她偏偏美而不自知，又天生单纯懵懂。面对陈思诚这个大明星大导演，她的卑微刻在了骨子里。和陈思诚上《鲁豫有约》，她对主持人说，跟他在一起我好紧张，明明他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却把陈思诚视作高山。我希望他能坐中间，我坐边上看着就好。在爱情里，他始终是不计代价温柔付出的那一个。每次吵架无论对错，佟丽娅永远先妥协，不用5分钟，我一定会先道歉，去求他的原谅。陈思诚则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说，我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等他自我化解。他认定陈思诚是自己的幸福，可陈思诚呢？2014年1月16日，两人在大溪地举办了婚礼。婚后，陈思诚做的第一件事是将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电影版定档2月14日播出，并对外宣称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顶着这个噱头，电影狂揽4亿票房，让投资方万达影视赚了个盆满钵满。2015年10月21日，陈思诚和佟丽娅一起晒出和婴儿装合照，宣布即将升级爸妈，瞬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12月31日，陈思诚新片《唐人街探案》上映，接着这股东风狂揽8.3亿票房。这一次，陈思诚开启了自己的 IP 宇宙，而万达影视再次成为大赢家。此后，他将自己的各种家务事全都卡在电影宣传期公布，最大程度利用这段婚姻带给自己的红利，为100亿票房添砖加瓦。毕竟在资本的眼里，任何人事都可以用来炒作营销。终于在2021年2月15日，口碑大跌的《唐探3》助了陈思诚一臂之力，让他成功晋级中国影史首位100亿导演，将前辈冯小刚和吴京狠狠甩在身后。但当他站在聚光灯下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，佟丽娅都经历了什么？2012年，两人举行婚礼不久，就以夫妻身份回到公开恋情的快乐大本营，在观众的见证下办了场中式婚礼。佟丽娅的父亲嘱咐女儿，希望到了陈家以后多干一些活，给老陈做做饭，伺候伺候他，抽出空来也看看我们。言语之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。再加上当初公开时陈思诚的抗拒表现，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。果然婚后不到半年，陈思诚就被曝出轨。2014年6月，佟丽娅正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剧组拍戏，陈思诚背着她与神秘女子约会，并在公寓中共处6小时。但佟丽娅对陈思诚满满是信任，微博回应都是些无中生有的事，甭信。2017年初，陈思诚又被拍到与2名女子在酒店约会，3人共度一整晚，第2天才一起离开。当时佟丽娅刚生下儿子朵朵，一边承受着哺乳期的难言之苦，一边录制《真正男子汉》。对此，陈思诚工作室发布声明称只是老友相聚，但这个理由估计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。毕竟谁见女性老友会中途换上浴袍呢？于是这条声明又被工作室秒删。紧接着有人爆出陈思诚曾在2015年时和一名叫王天楚的外围女保持长期亲密关系，女方还特别高调，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创建了好友可见的相册，里面都是和陈思诚的各种爱情见证，其中的微信截图各种暧昧关切，还有合照这样的实证。并且王天楚似乎并不避讳佟丽娅，不仅在微博上晒7件事图片，还在关注了佟丽娅的 ins 上晒她和陈思诚过恋爱纪念日的照片，而这段时间佟丽娅正处于孕期。随后更多关于陈思诚其他时期的出轨消息相继被爆出。第一狗仔卓伟一连发出陈思诚在北京和网红叶子熙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内容相当露骨。再看女方微博认证，居然参演过《唐人街探案》。
这还没完，陈思诚转头和朋友聚会时，身边又跟着另一个女孩。在此同时，他又被爆出在深圳的金屋藏了另一个娇。前后出轨6人的爆料，让陈思诚在公众眼中直接变成顶级渣男，所有人都心疼丫丫，遇人不淑。对此，佟丽娅只回应了一句：重新开始，丫丫加油。从那时起，她剪掉了陈思诚喜欢的长发，不再每年掐点给老公送生日祝福。2018年，凭借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中一句“老娘天下最美”，让粉丝们含泪叫好，扬眉吐气。2020年走上央视春晚上担任主持人，多年未变的美貌和沉着稳定的主持能力得到网友盛赞。而转头一看，陈思诚变成了那个准点送上祝福的人。不过他真的是想挽回吗？2021年5月20日，两人掐点8点08分公布离婚。8月8日是佟丽娅的生日，看似是陈思诚最后的浪漫，但从他的博文中可知，两人2020年就已分开。鲜少有人知道的是，2019年《唐人街探案3》制作期间，宣发成本早已达到了惊人的15亿，票房需要40亿才能回本。而该片是万达入股陈思诚新公司一同传奇的第一部影片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双方签下了对赌协议。《唐探3》的票房成败对陈思诚来说可谓一战定生死。整个宣发过程不容有失，陈思诚势必压下离婚的负面消息。不幸的是，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《唐人街探案3》的档期一拖再拖，终于在2021年春节上映。于是钱赚到了，账分完了。陈思诚的唐人宇宙延伸品在国内外形势大好，至此他已经榨干了佟丽娅身上最后一点利用价值，因此才有了这句迟到的交代。从始至终，陈思诚对佟丽娅都是算计多过爱护。再看佟丽娅说的那句“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”，陈思诚真的配得上吗？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